想知道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是如何诞生的吗？他最敬爱的老师因不公正的审判遭遇悲剧，这件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构想出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坚信那才是真实。然而，这是真的吗？让我们一起走进柏拉图的哲学世界，一探究竟。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古希腊西方人认为的哲学之父，他是3位哲学之父之一，他的名字叫柏拉图。那么上次我们讲到了他的老师是苏格拉底大师，那柏拉图的学生呢叫亚里士多德这3个人太有名了，我就是认为他们是那个时期的修道者。这个柏拉图是很有意思的一位大师，我就是浏览了他的一生我觉得他就是用生命在寻求这个人类的真理、世界的真理，甚至人心的真理。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研究着这个哲学，倒不是说他研究着整个政治、政府、社会、人伦等等一切人类社会和众生的生活的事情。我们普通人认为呢，这个哲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每天就是打工下班回家吃饭，就是这么个事。但是呢，我相信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这个哲学就发现和我们每个人有着绝对息息相关的关系。那昆提，你来介绍一下吧。就是柏拉图他有一个特别主要的核心的哲学思想师傅，就是他认为我们是有2个世界的。一个呢是我们的感官世界，就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触摸到的世界像桌子、椅子动物、植物人类就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那我们通过感官感知的这个世界呢，他认为是随时随地随着人和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是不稳定的。然后他觉得呢，就是我们感知到的这些事物其实都有一个相应的完美的理念。对，他认为这个理念世界就是一个超越我们感官的这种非物质世界。比如说正义这样的概念，在理念世界中它就有一个完美的正义的理念存在。它是永恒不变的。那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呢，可能每一个国家都试图用不同的法律去诠释、去呈现、去捍卫正义但是可能都做得不够完美。有意思那我也想请教师傅，就是这个理念世界是真的存在吗？因为我觉得感官世界对我来讲好像更真实一些。这个理念的世界，我觉得有可能不存在，有可能不存在。那柏拉图这么认为的真实呢，我觉得是他内心的一种期望。因为柏拉图大师呢，就是他去想象就是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说有了和出现了。首先其实我们去研究他的心理动向就是他对他当时的他那个社会政治或者政府的架构是不满意的。一个是可能他看到了很多令他不满意的这个现象和行为，那么还有他其他的言论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他说这个如果从政的话，就来管理社会的这个参与人员应该是一种修道的人，或者就是懂哲学的人，才懂得这个层次理念政治军事才可能懂。如果不是干这个学习专业的这个哲学的人呢，在管理社会来说肯定是不恰当的。他比喻说如果是一个未经学习医学的人就给人看病的话，说这肯定不行。那但是又有几个人经过了说这个哲学和道德的考验才能成为一个这个管理社会的人呢？几乎没有，很多是粗人。其实这个呢，我们就是也说到了当时一种形态就是香可你有没有印象在当时就是2000多年前的
希腊这个地区哈，他们这个政府的运作当中是有没有皇帝的这个？没有，应该是没有皇帝的，没有，他们都是就是大家投票，就是如果要决定一个事情，大家一起议论还一起投票。那个时候的希腊地区，尤其是雅典这个区域哈，他们经常所说的他的这个我们认为国家这个名字的所属性，他们没有，它叫城邦。城邦可以说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或者是城市联合体。比如说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那个城市3、5个或者10来个城市的一个联合体，叫邦，是联邦的意思，互相帮助就是邦，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达成那种共识就是联合，他们维护的叫城邦利益。好，那所以有权威的人呢被推荐讨论之后成为了这个元老之一原则上他们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其实非常公平的原始民主状态，就是我们都是大家族或者贵族或者社会有名望有权势的人，今天既然被大家推荐成为了这个元老，他就参与到国会会议，就比如说制定法律，制定人伦规则，农业生产的一些节气上的工作要求，比如什么时候捉虫子，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去收割还有有些粮食或者有些农作物应该怎么处理之后来贩卖，比如说对一些紧急性大事的决定和处理。那么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是类似于像一个圆桌会议，所以他们城邦联合体的人不是越来越大吗那个时候没有喇叭，尽量要大声说，也挺热闹，挺热闹，就像那个北方人划拳喝酒一样的声音特别大，来表达自己的一些见解想法没有皇帝，就变成大家说了算，投票来决定所以就是永远就是说少数票服从多数票。那师父，那柏拉图大师他就是在《理想国》中他是建议说这个城邦的领导应该是由哲学家来担当，那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就等于和这个圆桌和议会是有点不一样的？对，他是后来在他的很多表达之中呢，他就说，就像他的举例像医生一样，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非常系统严格的医学训练的话，你不能给人看病的，你看的病人多就致死病人多，是吧？你肯定不是个好医生。但是又有几个这种元老就政治的元老是研究过这个哲学和管理学呢，那很多人根本就不懂。还有人说之前他就是种地的，或者是之前他就是这个出海捞鱼的，说这个时候他还上来说话和投票的话，他懂这个政治哲学管理吗？就不懂。所以因此呢，就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在这种投票的情况下将这个老师给处死了，给老师喝了毒酒，他为这个事情耿耿于怀所以他呢就觉得，你看这个盲目的民主性，大家都是农民，他都不懂这个道理，也投票，结果多数人同意惩罚老师，这个老师才被惩罚处死的。那最好是有一个特别懂道理的人成为最有权力的国君，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老师盲目被处死的这个现象，这个世界才是公平的。当今的这个社会管理者成为总统国会或者省长市长之类的还都要最好上一些你读的书的内容比如说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就带有这个管理和哲学文学还有这个人类历史的这样科目的这些学生就比较容易上手去管理这个政府和国家。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历史的事实不一定像他想象的那么完美。他等于挑战了当时的那个政治的那个体系。所以这个柏拉图大师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个理念世界是如此的完美如此的真实，好像就像有另外一个地球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好像那种感觉那么真实的存在的。
他期望说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和政治管理体系真正在人间真实的出现。就我们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出国之前，很多人移民出国之前都有特别美好的期望，觉得哎呀，到外国去一定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花儿都是香的，草也是甜的哈。但是出来以后，这个期望就会被现实所打破。是吗？出来之后花也不香了。对，刚开始不适应嘛，就没有觉得那么的美好。通常这种现象呢，就是说，通常是见识少的青年学生孩子才会这样。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让我想起来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类似的相关的故事，就是因为期望美好，但是结果呢就不太好，这样一个故事。那么20多年前呢，我刚到加拿大不久我在那个当地那个小报上看到登了一个长篇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很悲哀的。话说当年可能1990几年的时候，就是有个小姑娘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小姑娘，姓王的那小姑娘呢，家里也是独生女，家里就这个独苗，好不容易养大之后呢，这个父母呢也没出过国，就是说想方设法攒钱存钱，让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出国去欧美之类的欧洲、美国之类的国家去深造。等女孩长大了之后，这个父母就拼命到处联系，最后联系到说去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城市去读书，就那面的一个大学给录取了，好像是蒙特利尔给那个城市给录取了他就很开心，就来吧等他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之后他就显得有点狼狈，因为他在家里就是比如说家务活买东西除了自己买件自己的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类的生活方式类的东西他一窍不通。家里有什么活，重活爸爸做，轻活妈妈做，你自己只管读书就好了。可是留学出来之后呢，那你首先面对生活，比如说他当然是父母亲还给钱，父母不是很富有的人，但是也存了一笔钱让他来读书和生活的嘛。但是有钱比如说去先租了房，租了房之后呢，去买家具。我们都知道去加拿大、美国留学的孩子们如果你买家具都是买组装的，这样比较便宜嘛。这姑娘哪干过这个呀？就什么都不会，买了个床垫，好不容易拉回来，结果放到地上，她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东西。结果那房东那老爷子也是看这孩子挺可怜，都不懂说这个底下一个床架呢。老爷子说：“嗨，算了，我带着你去吧，去帮你去买，帮他抬帮他勒到车上去。”老爷子干了半宿给他好不容易把这个床架弄上，对，再把床垫铺上，弄上这个之后，哎呀，这一宿几乎没睡觉，才给他帮他弄好了。你看，哎呀，这姑娘就觉得天哪，天都会塌了，怎么这么大的事情都让我做呢？我妈怎么没告诉我？我也不会呀。所以你看这个孩子锻炼所以平时孩子多一点动手能力的锻炼多重要。有时候帮着买个菜帮着干点家务活其实很必要。到了学校他又觉得有很多的不适应。在北美的一些大学比如数学课在1号教室，英文课就15号教室，你自己得找，围着整个这个大学特别大去找我今天在哪个教室哎呀，这搞得晕头转脑的。上专业课老师说的话他根本一句都听不懂，他在那么以为英文很过关了，真正一上课一听，老师不会照顾你的语言，老师只管讲内容，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些老师带口音，英国口音、法国口音、意大利口音，甚至印度口音，你根本就听不懂。这个孩子当时拼命跟了，但是他种种的觉得太打击了，太不适应了，就这样就觉得我想我妈，我想我爸。3个月以后就闹腾着说不行，我得回去。结果从那个时候呢，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就没有直飞中国的飞机，
就转机到温哥华转机。但那个时候呢，从温哥华飞中国的飞机啊，不是每天都有，它有时候1个礼拜才有一班，要凑人数。那时候游客少，没那么多人，他需要等3、4天，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慢慢就出问题了哈。就到第3个早晨的时候，这房东老两口等着这个上午10点多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还是说出去了，散步去了？打电话也没人接，就因为觉得不对头啊，把房门打开一看呢，坏了，这孩子哈，就在那个床头那个架子上勒了根他自己的皮带，吊死了，上吊自杀了，留了一份遗书，就是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觉得，当时他说我自己也觉得哈，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如此的美好，像天堂一般的，结果到这儿来之后，没有一个是好事，什么活都得我自己干，没有朋友，处处碰壁，老师教学我也听不懂，又没有朋友帮忙，我就特别想回国，我特别想念在你们身边的日子，所以特别急迫回到你们身边。可是怎么还有第3天呢？让我实在等不了了，我到天堂等着你们吧。你看，他都急到了，多一晚上都住不了了，就自杀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没有出过门的一个孩子，没出过国，没出过门，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对婚姻也是如此，对不对？说觉得哇，那个人那么爱我啊，长得那么好哈，又聪明又伶俐，等一旦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人是骗子，是吧？根本不是那么爱我，也不是那么潇洒，也不是那么帅，是吧？你睡觉的时候又打拳又放屁又打呼噜啊，所以这根本哪是什么帅哥呀，是不是啊？根本就是胡扯啊！早知如此，我才不嫁给他。可是现在都有孩子了，怎么办？是吧？所以很多事情，往往就是你没有经历过的时候啊，你会把这个将来的婚姻的生活会想得如此的幸福，如此的美妙。就因为你没有结过婚，是吧？所以我觉得呢，柏拉图大师呢，他对于这个他当时所处于的这个希腊这个社会呢，那个政治上的这种叫做不满意，对，不满意，失望，对，他都会变成了积压在他心中的一种永远插在心脏上的一根长长的鱼刺，永远的痛，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老是被这个社会就给夺去了生命嘛，他要抱着一箭之仇，所以他就是进行就是理想式的、猜想式的，甚至是达到了妄想式的说，给大家想象和推荐说有那么一个完美的世界。那师父，如果说有机会让柏拉图大师来真正的做一个城邦的管理者、领导者的话，那情况可能也不如他想象的能够那么的完美，对吗？对，因为我觉得呢，我认识过其实很多不同职业的人哈，我认识过在国外就是运行管理这个教管理的教授，他光投这个股票，本来家里有100多万块存款，本来说用来买房的，他说好机会来了，买了一只股票之后，就通过3年的时间，把他的100多万存款变成了0。就是他研究者理论上很通畅，对，但实际实践的时候是，就能想做不了。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比如说一些研究哲学、研究道的那些大师哈，孔子啊、老子之类的哈，咱们看他们当的这个官员的这个权力职位有多高呢？比如说老子，就研究道的，就那中国人说有一点点文化的，一说老子就是敬佩，哇，那超级大师啊，那《道德经》太神了，而且又深奥。可是他的权位是多高呢？图书馆馆长，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但那个时候民间有没有图书馆呢？没有。但那个时候那个书是怎么写的呢？是竹简，就是小竹片之后拿绳勒住，所以读一本书啊，得慢慢像铺床似的，铺得很远。完了从这边再剪，再往下接着看。所以他的职位他是图书馆
这个馆长、管理员这个概念，你看到的道是能究竟成为真正的管理体系吗？不能的。你只是对很多概念，他研究的概念不是往往统治的概念，而是对很多事物的一种研究和认知而已。那孔子呢？孔子跑了10几个国家，当时也非常狼狈，他们都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真正国家级管理者，但是只是从道理上去感悟自己对这个世界和哲学道理的认识，或者去研究人心，或者什么是天的旨意，这只是自己在揣摩猜测式的研究者。记住研究者不是实践者，研究者也不是经营者。你可以很博学，但是你不一定很会管。但是真实的管理和理论的这个教学是两回事儿。所以柏拉图大师的比较妄想型的这个叫理想国和这样的一种概念，还有说那个世界更真实对，那个所谓理念世界和理想国是同出一辙。说那个世界当中那个桌子它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认为那个世界中有桌子嘛，而且那个世界感觉离我们很遥远。就是遥不遥远没关系，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就是他希望说的越真实，其实他的目的是激励着这个当今的政治家们，你们应该听听我的这个说法，我这套理论，是吧？你们当中应该选一个懂事儿的，尤其选一个我的徒弟，给你们当君王，别让那些老百姓什么艺术家吹泡泡的，什么富豪那些呆子们都回家待着去。是吧？就你懂事的，你来管理国家就好了。对，那回到这个柏拉图大师对，他好像是不是也有机会想要去实现他自己的这个理想？对，他呢确实也在创造的机会。他觉得我光把我这些想法的故事都编出来那么多，也给很多人传达了这个讯息都不见什么收效，说这国家还是那样的。还让我一看就烦，所以我得找一些关系和一些富人贵人搭上桥，结果真搭上了，因为他们开了个学院嘛，都是比较高的学府那因为学生多呢，有这个好处，很快就介绍了另外国家的君王。那国家君王一听，哇，是希腊雅典的最有智慧的哲学大师嘛，立刻就招聘为国师。你将来给我出谋划策，你就是我国家的诸葛亮对吧？我就指望着你。结果这个柏拉图大师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君王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这个异想天开他面对现实了。比如说你现在去对那个国家保持这样的态度，你国家不保，小命不保。我君王就气坏了，你敢这样说老子让你现在就小命不保，我把你贬为奴隶，打你50大棍，就把打成奴隶了贩卖到别的国家。在往别的国家贩卖的过程之中，他的学生听说之后半路给他解救回来，这60岁老头子了险些丧命对，险些丧命2、3次都是这种事儿，都是话多语失所以好为人师也是个好事，但也是个坏事。你指点，你要分指点给谁？你出的主意对方听吗？你说话的方式对方接受得了吗？对不对？你像责怪一个孩子一样责怪一个君王，君王的面子和威望，对不对？不受损吗？如果他的面子威望受损的话，你就成为出气筒嘛。所以他在现实的人生中尝试过实现他的理想国，可是君王不是他想象的那些善茬都不是好对付的。那很多君王都是一个身上就兼有着文人和土匪的气质，都是有这个的才能成为君王跟他的目标不一样，就是他的理想不是人家的理想。没错了你想亲兄弟亲姐妹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你受的熏陶都差不多，你们的人生理想追求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包括找姑爷的这个看法也是不一样，对不对？
就你喜欢个儿高的，也有人喜欢胖墩墩的，对不对？是吧？也有人找那个喜欢比较聪明伶俐、油腔滑调的，有人就喜欢老实巴交的，都有的。所以这个爱好、喜欢、选择啊，都是不一样。何况你和那个君王之间呢，不可能有共同的想法。但是还有，我觉得柏拉图光想实现自己的愿望目的嘛，想借国王的力量，在这个国家实现他的理想国，那是错的。如果你是他的高级的这种参谋军师国师你应该是协助辅助君王实现君王的目的，而不能实现你自己的目的。你应该说你的目的就跟着君王混日子，对不对？但是你的目的呢，太刻意了之后呢，就会出问题了，就是这样。所以一个理论的大师无论是军事大师还是哲学大师，到这个实际操作应用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好，师父，柏拉图还有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理论，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获取知识。他觉得说呢，人呢是有灵魂的，然后这些知识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获得，就是对这个世界完整的一个认识，都存在我们灵魂里了，只是我们可能还没记起，然后要通过哲学家慢慢引导你，你就慢慢把你灵魂里的这一些知识就提取出来，就记得了但其实师父怎么看待他这个理论？也因为他的年代问题他离现在是超过2300年之前。现在中国呢是孔子老子那个时代大约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几乎我们看不到科技的，几乎看不到任何科技讯息的这个时代那个书也少，文字也少，所以在那个时代之中，人们就出现了这样的就猜测性想法，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很正常。因为大家对这个自然和自然科学还是掌握的是不够的，就不如现在的。那我认为呢，就是人就是天生所具有的人的一些特征特色，这个是必然，就是从出生那一刻就有了，而且每个人之间是有点差别。有些人比较偏这个文学类、文字类的这个读书那就比较容易有成就有些呢比较偏理科类的，比如说今天来说学电脑编程或者学习什么化学物理或者做会计这方面还是比较行的。因为我们生下来这个每个人确实有不一样，有的学习好，有的学习不好。对有的能做体力工作呀，有的脑力工作，就像师父说的如果都输入了完美的知识，那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完美的人。对我没办法去确定的柏拉图大师所说的，在那个灵魂的那个状态里就已经被灌输了这些知识说你本来这个知识有的，你的知识是完美的，这个概念我还是不太认同。但是我相信说他的原始的这个动机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这个社会，或者希望他所看到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完美，所以他提出说精神世界当中那种理想国最后呢说他又是说精神世界中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完美的这种感觉确实有点像中国的过去所道学之中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说法不谋而合性本善，那说他的知识本来就是完美的，其实有点一种类似感有这样的，因为他说在那个理念世界人都是至善的还是至善的，对就除了知识圆满还是特别善良的对完美的人真是。那师父，这个人之初是性本善吗？如果用哲学观念来说，我们今天下不了课了，就变成一定要说清楚什么是善恶，是不是？孩子不好好吃饭，请问是善还是恶？包括你孩子，尤其你女孩大一点来说，胖就是不美的话，说我就不吃，我就是为了美，请问这是善还是恶？除了肚子饿之外它是不是善恶的恶呢？是吗？所以究竟善恶的本身
其实又是一个很好的功课。要不咱们尝试一下，再往下继续讨论一下。好，网友会看热闹哈，这仨人吵起来了哈。我说就来个狠的哈。如果他的职业，不管任何一个时代哈，他的职业是杀猪牛羊的屠夫，请问他的行为是善还是恶？从杀生的角度来讲是恶，但是如果他为了此而从谋生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对他的家人是善，你说是善，对家人善哈。那所有的大众都吃着他屠宰的这些牲畜的肉，每个人都吃着很香、很痛快，营养丰富，身体健康。请问这是善还是恶？就是他也是对社会做出他的贡献吧。就是从某个程度上是算是善，但是从可能道德上来说，杀生是不好的，这真的很难说清楚。对，你说罪过是你的认为，但是杀猪的人、杀生的人不是这么认为，是你花钱，就等于是直接也好、间接也好，是你花钱让我杀的，罪过都在你那里，因为肉是放在你嘴里了，而不是放在我嘴里了。我再问你们俩哈，是杀猪的罪过大，还是吃猪肉的罪过大？吃猪肉的罪过大，因为它的本来的原因，你追溯原因的话，是因为有吃猪肉的人的需求，所以才有杀猪的。好，问题又来了，吃猪肉的罪过大，还是养猪的罪过大？还是吃猪肉的罪过大。对，还有，在这个世界上，猪到底是怎么来的？猪是猪妈妈生的。所以怪就怪老天爷，谁让他生出猪来了？就是这样，他长得胖墩墩的，不就让人吃肉了？人家本来胖不是罪过，可是人类把它当食物来吃了，是不是啊？所以老天造这个物种的时候，没有想过人类去使用这个物种群养群杀，对不对？这个罪过来自于天，所以你们是无罪的，我代表神啊，释放了你们。很好玩吧哈？从哲学的概念之中讨论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事情人都是无罪的。那你单方面的话，那世界上最大的坏蛋就是杀猪宰羊的屠夫。事实上不是这样，是众生造的业，是众生花钱让他宰的呀。那吃肉的人有罪吗？那如果是这样，老虎是不是确实有罪，是吧？那吃肉就有罪，那吃草就无罪了。那如果说吃草无罪，那吃草的都是天使了。如果都是生命的话，羊吃草总比虎吃肉更多吧？那羊对怪说：“这实际上你造物主把我造成羊，我吃别的消化不了啊。你要吃老鼠我也消化不了，我只能消化草，对不对？所以你就让我来吃草的。”香可，师父，羊、猪、牛吃草是不是罪过？不是，因为它是它自然规律，就是被造成就是吃草的，为了生活。你这牛羊怎么说嘛？说我吃草不但没有罪过，我还是保护了地球，还保护了其他生态的平衡，知道吗？如果我不吃草，草蔓延太多之后，其他生物都被挤死了。这如果你研究大生物学，你才懂得哈，草也该吃，麦子也该吃，有些树这还得瘟疫，大片的死，还有森林自然，对不对？说这就是规律，如果不持有这个规律，地球毁灭得更快。因此羊吃草什么虎吃羊，这都是对地球的保护和贡献。所以说哲学家研究越痛快越研究越投入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因为哲学影响着所有的一切，哲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位柏拉图大师呢，他的一生就是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其实他对哲学、政治、科技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他呢成立了属于这个柏拉图的这个学院，他这个学院就建立在雅典市。这个学院其实一直传播了900多年，含着很多门学科，到后来罗马帝国之后他才停下来了。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也可以称为是在西方世界最高学府，就是他成立的。
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那柏拉图呢，其实他用他的生命，用他人生的整个经历，几乎是含着血就在对于这个哲学的深入的研究他最期望的就是他那个理想国这个概念，他希望要加快脚步的对当时的整个政治的局势产生影响、产生改革的感觉。在品味他的人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一位非常精彩的人，是一个用整个生命我说含着他的鲜血去追求真理的人。在中国来说，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人是修道者。修道的人就认为得道者多助，得道者才能够得天下，得道者懂得的天地和人间的道理之后，才能够让人民过得更好。那么他在这个人才的培养上对，他有非常非常杰出的学生。当时他的学生跟他学的已经遍布了欧洲这个超级学院派的杰出人才那他最出色的一名学生呢，叫亚里士多德。那么他的学生呢，就是更有意思。我们下一集呢就会讲亚里士多德的故事，很好玩，比他老师还有意思所以呢，欢迎到时候大家来听我讲这个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故事谢谢您的收看。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